Hello， 大家好，重复的一太又来了。很多演员在上一部剧里被赞惊为天人，下一部剧里被吐槽演技拉垮。明明是同一个人饰演，有的角色间隔也不过短短几年，有的甚至只有几个月，口碑却两极分化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今天咱们就一起来看看那些选对角色被夸上天，选错角色被骂惨的演员吧。马思纯的《江照黎明》大家都看了吗？剧情反转，人物丰满，好看到停不下来。在这部悬疑犯罪剧中，最大的看点就是马思纯的演技。她饰演李小男，踏实能干，充满上进心，身材微胖的样子让角色更加有烟火气，很符合李小男为了攒首付，一天打2份工过劳肥的设定。而她的演技更是演出了角色心里的每一次转折，生活的鸡毛蒜皮让她无奈，丈夫的出轨和压迫让她心灰意冷，于是她开始自救，看穿苏瑞红在巨额保险单背后的阴谋，然后谋而后动。马思纯不愧是金马影后，在她的演绎下，被生活磨平棱角的李小男为了求生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。观众也不再讨论马思纯的素颜和身材，开始将目光聚焦她的演技上。被丈夫苏瑞掐着脖子要钱未果，然后惨遭殴打那场戏，马思纯演绎的李小男是那么绝望。她从一开始坚定的要帮丈夫还债渡过难关，到死也不松口让丈夫继续拿钱，再到被挡后对婚姻的幻灭与对苏瑞的失望，以及被掐到濒死的痛苦，可以说每一个表情都值得推敲，堪称全剧的演技高光时刻之一。马思纯凭借《江照黎明》中的李小男这个角色告诉大家，胖不影响接戏，演技不劳人费心。哪怕之前一直不会认可他的人，这次也得说一句，马思纯终于找对了剧本，接对了角色。而在这部剧之前，马思纯出演《第一炉香》时没少被吐槽，她当时的身体状态和身材纤瘦的女主角设定相差甚远，强行在不适合的角色打转，消磨掉灵气又损失了路人缘。但如今马思纯在《江照黎明》中的表现，再也没人去纠结她够不够美，够不够纤细，只看到她演得真不错。可见选对合适的角色，身材焦虑也就能拯救了。刘涛的新剧《假日暖洋洋2》也让大家直呼接到了好剧本，程岸这个角色真的太适合她了。在剧中，刘涛饰演的藤岸是一个风投界的大佬，标准的行业女强人。在外人看来，程岸很强势，可实际上她也有温柔的一面，是一个心地善良、为人热情的女人。外强内柔的性格和刘涛本人的性格也很像，所以说这个角色就像是为刘涛量身定制的一样。凭借这个角色，刘涛有力的回击了那些说她没有演技的黑粉。对于这件事儿，大家应该也有印象，说的就是她在开端中的表现。在这部剧中，关于刘涛，大家就只记住了2件事儿：一是呢看上去很廉价的假发和始终睁不开的眼睛；二是刘涛的那句经典台词儿：准备要紧。除此之外，再无其他。开端虽然火了，但却没给刘涛带来一点好处，反倒惹来一身差评。林心如也曾经有过这样的困扰，她早年间出演的《还珠格格》可谓是红遍大江南北，后续她也出演《老美人心计》《大理公主》等经典剧集。不过2011年，她却陷入了玛丽苏的怪圈，在《倾世皇妃》《姐姐立正向前走》这些剧里打转，口碑一降再降。转到幕后之后，她出演剧集的频率大大降低。没想到今年携《华灯初上》重磅归来，不再是烂俗的玛丽苏偶像剧，而是悬疑感拉满的推理剧，上线几天就稳定在了8分的位置，绝对的口碑好剧。林心如也凭借演技再一次出圈，她在剧中饰演的罗雨农是日式酒店的老板娘之一，与苏庆仪共同经营。虽然罗雨农是剧中的女一号，设定却还没有苏庆仪出彩，性格也不算讨喜，但林心如就是有一种神奇的魔力，能够让观众的视线离不开她。如果说罗雨农是林心如的翻身之作，那小龙女绝对是陈妍希的滑铁卢。2011年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上线后取得了不俗的成绩，4年在内地上线后票房口碑也都很漂亮。在片中饰演校花沈佳宜的陈妍希正式走进了观众的视野。当时的陈妍希已经28岁了，但一张娃娃脸演高中生一点都不违和。她演出了沈佳宜的清纯纯真，青春洋溢，成了很多人的女神。而女神从神坛跌落，只需要一个小龙女。2014年，陈妍希与陈晓主演的《神雕侠侣》播出，但她在剧中的造型真不敢恭维，打戏也有点笨拙，仙气就更别说了。经此一役，陈妍希从全民女神成为了全网潮的土肥圆，至此好多年口碑都没有办法逆转。童星出道的李兰迪，2017年因出演《你好旧时光》而一战成名。饱满的脸蛋，秀气的五官，阳光自信，清纯甜美，有一种邻家小女孩的气质。当时17岁的她与这个角色相得益彰，成为了无数人心目中的白月光。
2年之后，她与王安宇主演的清宫剧《梦回》播出，剧情什么的已经非常拉垮了，她更是被观众吐槽辣眼睛。加上那会儿她的身材管理失控，大量的丑图和段子流传于网络，从元气少女到被吐槽像中年大妈，李兰娣前后只用了2年时间。要知道《梦回》播出的时候，她才20岁，只能说选剧本真的要谨慎，一不小心就砸了口碑。祝绪当的玉龙也是吃了选错戏的亏，一样是当女主，出演《倚天屠龙记》跟玉龙完全是不一样的口碑跟评价。玉龙中的女主刘盈是一个可爱而且调皮的角色，一开始甚至用傻白甜来形容。而祝绪丹的颜值跟长相气质都跟傻白甜这个角色有很大的不同，所以在看玉龙的时候总会觉得有点出戏。反观她在《倚天屠龙记》中的表现就好很多。你当然会竭尽全力救活了他，你就问心无愧的去当你的朝廷骏马了。当时她在剧中扮演的是爱而不得、因爱生恨的女主周芷若，这个角色被祝绪丹诠释得非常到位，甚至火到了国外。周芷若前妻也是一个善良的女人，大婚之日被张无忌无情抛弃，才黑化了起来。祝绪丹本身精明的长相在黑化后也更加形象，气场全开，所以在看《金倚天》的时候，很多观众对祝绪丹的表现都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。一个好的演技加上一个跟她的长相并驱的角色，让祝绪丹得到了最大的发挥。景甜的司藤也帮她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。司藤之前景甜手握长城、战国这样的顶级资源，步步女一号，合作的也都是陈凯歌之类的大导演，但就是不红。班书传奇、大唐荣耀虽然为她打开了知名度，但发展依然平平淡淡。拿热播剧斯坦左右衡量，上下打量一番，就能找出红与不红的原因。这部戏一经播出，直接刷新了观众对景甜的认知。司藤这个精怪，外表美艳而且狠辣，男主角不听话，直接藤鞭伺候。这样又美又飒的女主角，武力值满格，智商也不掉线，谁能不喜欢呢？更为重要的是，这部剧的化妆师给他加100个鸡腿都不过分，可见角色定位是何其的重要。吴谨言的《延禧攻略》也是选对了剧本，她走红说到底是得益于魏璎珞这个角色的人设够好，摒弃了傻白甜，聪明机警，有仇报仇，而且思想无限接近于现代女性，人生一路开挂，也就是传说中的爽文大女主。现在回头看，她在剧中的演技其实没有多厉害，甚至很多时候是用力过猛，五官乱飞，表情控制完全被吊打。在魏璎珞爆红之前，吴谨言也只是各大影视剧中的配角。随着《延禧攻略》的爆红，她的热度也陡增，影视资源不断，然而她的实力却很快暴露了。当女主演一部扑一部，《浩然传》、幸福还会来敲门、青春创世纪、正青春，演技更是多次被吐槽，表情浮夸，演技尴尬的问题很明显，随时像个喝醉了的状态。突然的走红却没有足够的实力延续这样的高度，实在太可惜了。关晓彤和鹿晗这对小情侣在路人心里是毫无演技可言，因为《甜蜜暴击》里他们的表现着实不太好，其余作品也都很差劲，几乎没有及格分数的影视剧。但选对了剧本之后，他们的口碑直线上升，连的演技也有了很大的进步。关晓彤在《20不惑》的表现可圈可点，将角色的性格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。这部剧评分7.2分，是关晓彤主演作品里分数最高的。同样，鹿晗在新剧《穿越火线》的表现也值得认可，甚至比关晓彤还要优秀。剧中鹿晗彻底放下偶像包袱，形象毁得一塌糊涂，换来的是对角色的完美诠释。《穿越火线》7.9分，是近年来都不可多得的佳作。还有一类演员则是受到古装的限制，比如大眼仔曾舜晞，他的终极笔记要比他演那些古装《迦南传》、燕归西穿越好看得多。都说他的古装是用来败人气的，虽然都是男主，但是怎么看怎么不对劲儿，这和演技关系不大，是造型问题。他的脸不难看，但是不适合古装，几乎毋庸置疑，在造型上频频被男2、男3碾压。龚俊则和他正好相反，他在时装剧里也是帅气的，但远没有古装那样出彩。当然前提是选对造型师。就拿他和周雨彤合作的《从结婚开始恋爱》来说，这个电视剧男帅女美，女直男的设定也很新颖，加上两人的性格和人设基本相符，演的也很自然，虽然没有太出彩，也毫不减分，但相对来说龚俊的古装要比现代装出彩的多。红衣温客行一出，不知道圈了多少粉。红尘破天地江水为界，江湖涛浪归来，乾坤不灭。也是这个角色帮他实现了破圈，从小透明直接跃居一线，资源好到爆。其实很多时候不是演员演技忽上忽下，而是他们接的角色适配度太低，完全没有发挥空间。所以演员还是得找准自己的定位，不要瞎接角色，哪怕是送上门的主角也要谨慎选择。
大家觉得挑选剧本对演员重要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 C 太的视频，就请多点和关注，C 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